手球大概是洁癖星人最难容忍的一项运动了吧？上场前，大家开始挑选自己心仪的球，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球的表面黏黏的，把它放在地上踢一踢，感受一下，再把它放到球框上，因为粘性太强，手球正在慢悠悠地沿着框纹滚下去。看到这儿，是不是还挺震惊的？一个好好的球，为啥要整成这样呢？不了解手球的小伙伴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室内篮球和足球的结合，即两组队员要用手传球，把球投进对方的球门就得分。因为是单手抓握，手球的尺寸要比篮球和足球小很多。最大的3号球周长在58到60厘米，重量有425到475克。下面将其切开看看，外层是 PU 材质，内胆则是乳胶，乍一看是不是有点像杨桃？最后的横截面就是这个样子。话说回来，因为手球的可控性强，比赛节奏快，攻势猛烈，速度就成了取胜的关键。所以不论运动员是在空中接力传球还是跳跃射门，手球都不能脱手。这除了对手掌长度和抓握方式有要求，还离不开胶水的帮助。在这个圆盒子里装着棕黄色的松脂，它的粘度很高，球员会抠取一些，在手上抹抹，在球上抹抹，增大手和球之间的摩擦力。而这种将离未离、想离就离的控制，也让我们欣赏到了很多酷炫的进球场面。在比赛过程中，为了及时增加粘性，运动员还会在自己的鞋上藏一些松脂。首先在鞋子的后侧面贴一层运动胶带，然后单独拿出来一些胶带，从下往上先贴1/3，上面2部分对折一下粘住，最后用2条细胶带将突出的部分固定好，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小口袋。运动员可以在比赛前多刮点松脂贴在鞋上。最后，相信很多人都关心清洁问题，我们不妨先来看一段解压视频。这个黑色的玩意儿是什么？其实它就是粘下来的脏物。记得小时候玩面团，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把手上的面絮给粘干净，也算是以毒攻毒了。当然还有更为专业的工具，比如针对松脂的清洗剂，先加热后刮取的机器，专门的清洗机器等等。大叔正打算舀一碗污水，没想到刚盛出来，污水就变清了，而且水面和杂质还呈现出了泾渭分明的神奇现象。这是什么情况？可以看到，最初水和杂质是完全混合在一起的，慢慢的杂质之间开始凝聚，进而完成了絮凝沉淀。等等，絮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词应该在啤酒酿造中出现过。当酵母进入到麦芽汁里后，随着时间的延长，它就会沉降凝结，这里酵母便是一种微生物絮凝剂。除此之外，还有制作奶酪时往里面加的凝乳酶，比如我们常吃的姜撞奶，就是利用了姜汁中的凝乳酶令牛奶凝固的。而开头瞬间变清的污水，没错，也是加过药的。还记得小时候常常会看到村里人往井里添加明矾，其实这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污水处理法，这里的明矾便是一种絮凝剂。那它又是如何做到沉降污水的呢？我们都知道，污水中含有很多有机物、细菌和其他悬浮杂质，它们一般带负电。那为了让它们从相互排斥到相互靠近，自然要加点带正电的物质，比如聚合氯化铝和硫酸铝等。它们水解后可以中和胶体微粒和悬浮物表面的电荷，并使其聚集在一起，形成小团块颗粒。在此过程中发生了微絮凝，接着再快速搅拌一通，让絮凝剂与这些杂质颗粒不断地发生碰撞。这样一来，它们就会失去稳定性，开始相互凝聚，最终沉到水底。在絮凝的过程中，搅拌的速度、水的 pH 值和絮凝剂的选择都很关键。现在比较常用的是一种名叫聚丙烯酰胺的药剂，与聚合氧化铝不同，它有阴阳离子和非离子之分，
因此不仅可以用于污泥脱水，还能处理带有正电荷的污水，比如钢铁厂和电镀厂等。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草坪，它鼓起了一个大包，踩上去还软软的。把这个草包戳开看看，好家伙，只听噗的一下，泥水喷涌而出。有没有感觉这个画面似曾相识？难道说大地母亲也躲不开长痘的命运吗？虽然说这些情况并不常见，但它也确确实实的发生在一些花园里、公路旁和高尔夫球场里。人们给这些 Q 弹的草坪取了一个贴切的名字——草坪水泡。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鼓包的现象呢？草坪水泡通常发生在暴雨之后，快速和猛烈的降水在院子里堆积。这个时候，如果土壤已经达到了最大吸水能力，那么多余的雨水很可能被困在草坪下方。当然，除了天灾，还有人祸，比如灌溉草坪时水管爆裂、长时间浇水忘记关水龙头等等，这些水流泛滥的情况都可能导致草坪的爆痘。而抛开以上两个原因，网上还有一种言论让我表示存疑。据说，如果土地的土质不好，一些园艺师会先在上面铺一层塑料薄膜，然后再盖一层优质土壤，好让后续播种的草籽茁壮成长。而正是因为这层薄膜的阻碍，水很难排向下方，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形成水泡。这一说法虽然听起来很合理，但我只见过在土壤表面盖一层薄膜保温保湿，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可以在土壤下方铺设薄膜。它难道不会把小草的根闷死吗？其实这种神奇的现象不仅发生在精心维护的草坪当中，在野外也会出现。比如2016年，科学家们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地区发现了大约7000个草坪水泡，他们在里面检测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和甲烷。也就是说，这些水泡一旦被暴力戳开，很容易引发爆炸。至于它们形成的原因，人们最早怀疑和陨石的坠落有关。后来经过一系列研究，科学家们找到了最终答案，依旧是水没地方放。原来那部分草地的下层土地为永久冻土，水分难以吸收，只好停留在上层土壤和冻土之间，这样便形成了水泡。至于里面的二氧化碳和甲烷，则是植物腐烂后地下微生物分解的成果。最后还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有趣的视频片段。海边吸满水分的液态沙床踩起来同样 Q 弹，暴雨过后的塑胶跑道鼓得像蹦蹦床一样，让人忍不住的想往上跳。以及反其道行之，用弹性材料制作的林间小道，在上面蹦着前行，应该能体会到童年的快乐吧。前几天刷到一个帖子，震惊到我，橡皮竟然把笔筒给融透了，从第2层掉到了第3层。这下让我联想到上学时那难舍难分的橡皮和尺子、橡皮和铅笔、橡皮和卷笔刀、橡皮和笔芯盒等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橡皮不能和塑料放在一起呢？咱们最常用的 PVC 橡皮，也就是聚氯乙烯，像家里的排水管道基本都是这种材料。但很显然，橡皮可没那么硬，所以在制造的过程中，厂家会加入塑化剂和填充油。重点就在这里，很多塑料文具，比如尺子，使用的是聚苯乙烯，它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热塑性塑料。要知道，前面提到的塑化剂和填充油很喜欢和塑料打交道，不仅能溶解 PVC， 也能溶解 PS， 所以当它们遇到尺子，就开始工作了。第一步，渗透到塑料分子中；第二步，削弱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力，使其更容易移动和重新排列。这样不知不觉间，尺子就被溶掉了，看起来跟胶水一样。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过程理解为相似相溶，即极性分子组成的溶质易溶于极性分子组成的溶剂，非极性分子组成的溶质易溶于非极性分子组成的溶剂。这里塑化剂和填充油就是非极性分子组成的溶剂，高分子聚合物及橡皮和尺子就是非极性分子组成的溶质。生活中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吃小龙虾时，手套明明没有破，怎么摘掉后满手油呢？油性笔不小心滑到了衣服上，把风油精涂抹在上面，揉搓几下就能洗净。用手挤一下橘子皮，啪的一声，气球就被弄破了。
吃口香糖的同时吃巧克力，嚼着嚼着，口香糖竟然消失了。爱吃炒红萝卜丝的小伙伴们会发现，它的油是橘红色的。在这些相似相融中发生的大都是物理变化，很少有化学反应。最后回到尺子和橡皮，你会发现很多橡皮都是有保护套的，没有的话你也可以 DIY 一个，或者购买钢尺、亚克力材质的尺子。我很好奇，如果给煤炭施加足够的压力，有没有可能它会变成钻石呢？咱们先来看个视频，这是发生在工厂里的一个场景。只见工人先是把一些粉末倒入模具中，然后往里面施加压力，就这样上上下下反复压了几下后，粉末竟变成了光滑如新的砖块。不仅如此，要是换个模具，你还能收获一个电话卡槽、一个齿轮。这是粉末冶金的加压成型工艺，在此过程中施加的压力约为500到600兆帕。不过粉末显然只是改变了下形状和密度。下面我们换成煤炭，把它放在液压机下，第一次先用500兆帕的压力，可以看到这时煤炭只是碎成了粉末，可能光加压还不够，接着在压之前给煤炭加热，但结果也失败了。我们都知道，天然钻石的形成条件极为苛刻，首先要在无氧的环境中承受900到1400度的高温和5到6级帕的高压，最终经过数亿年才行。但现在人造钻石已经实现，并且其中一种办法便是高温高压技术。不过它用的原料是纯净的碳粉，比如石墨，然后将其放在6面顶压机里，并施以恒定的高温高压，石墨粉便会在金属触媒粉的催化下在金种上结晶，这样你就能得到一颗闪亮的钻石。那带着这些条件，我们不妨把煤炭转换成纯度更高的石墨棒试一下。已知要把石墨转变成钻石，需要在5万个大气压下，而现在可控的因素有2个：一、液压机能施加的压力；二、活塞的接触面积。这里我们选用的是直径约为1厘米的碳化钨活塞，根据计算，液压机要能达到的压力约为40吨。下面将连接变压器的铜线分别焊接在顶部和底部，其中变压器上的最大电流是180安培，而产生的电弧温度可以超过2000度。一切就绪，然后把石墨棒放进里面开始加压，那这次会不会成功呢？好像和之前的煤块区别不大，我们放大看一下，你会发现在一堆纯黑的石墨碎片里出现了几块不太起眼的黄色物质，它们是钻石吗？刀都劈不开的冰块，用银手镯轻轻一划就开了个口，不知道的还以为手上拿的是块软糖。到户外再试一下，结果轻轻一碰，冰溜子就被切掉了。问题来了，为什么金属银能够很轻松地将冰块切开呢？其实不只是银，比如这块钻石薄片，切冰就像切豆腐一样，几乎不用施加压力。再或者最近很流行的石墨烯切冰，也是一接触到冰块就可以顺利地将其切开。而无论是哪一种材料，实际上冰都是用你的体温切开的。我们都知道，金属银、钻石和石墨烯具有很强的导热性。拿石墨烯来说，在它的内部，碳原子结合力非常强，单层石墨烯的导热率高达5300瓦每米开尔文。当它和手指接触后，里面的原子振动会变得非常快。又因为石墨烯的内部结构高度有序，所以如果有一个原子被撞击到的话，那么就能瞬间引发连锁效应，将振动传递给冰块。这时用不了几秒，冰块就裂开了。因为这一特性，2016年美国莱斯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将石墨烯复合材料应用到了飞机的防除冰上。相比于传统的金属电热除冰装置，它的柔韧性很好，能够长时间与机翼贴合，并且不容易断裂，热量分布还十分均匀。当除冰模式开启时，石墨烯复合材料会将电能转换成热能，进而传递给飞机表面，
破坏它与冰层间的粘附力，这样冰就能被轻松地切掉了。那看了这么多，你还知道哪些好玩的切冰方式呢？最常见的应该就是这种手动切冰法，不过很吃力也比较慢。还有些大神会用电锯切，每一刀下去对强迫症来说都应该是福音。也有把冰块放到模具中用力挤压的，不到30秒你就能将方块冰切成一个光滑的冰球。此外还有用旋转头把冰块切成冰杯的，而最让我想不到的是用激光切。将一颗巨大的石球吊起来，然后慢慢地放在喷泉上，最后调整一下位置，就得到了我们在酒店门口经常能够看到的风水球。世界上最大的风水球位于弗吉尼亚科学博物馆的门口，工匠们将一块黑色花岗岩雕刻成了直径2.653米、重达29.3吨的地球仪。而就是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不仅可以被薄薄的一层水膜托起，还能在上面不停转动，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妨将它的横截面绘制出来。除了上面的大石球，下面的底座还包括球窝、球托和供水口3部分。首先，在供水口里涌出来的水是具有一定的压力和速度的，它会传递给球窝部分的水层，又因为球窝与石球的接触面积非常大，所以原有的水冲力会被放大很多倍。这和之前讲过的千斤顶有些相似。如此一来，便有了一个巨大的向上的力将石头顶起，而在顶起来的瞬间，球体与球窝之间几乎没有了摩擦力的影响，因此只需要轻轻一碰，球体就会旋转起来。可是回想一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风水球根本就没有人专职去碰它，为什么还能在水上不停旋转呢？原来底下的球托不是正的，而是稍微倾斜了一点，这就会让水窝的一侧出水多，一侧出水少。又因为水从底座流出的瞬间会对球面产生一个旋转力，而出水量越大，这个旋转力就越大，所以球自然会被带着朝一个方向移动起来。当然，除了能把大大的实心球顶起来，水也能把小小的空心球顶起来。比如将乒乓球放在竖直的水柱上，它会旋转着上升，等到了一定高度后，乒乓球就停留在了水柱的旁边不停旋转，整个画面好看极了。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现象，就与伯努利原理息息相关了，即流速大的地方压强小，流速小的地方压强大。当水流从乒乓球的一侧经过时，这侧的流速比较大，压力就比较小，它会与另一侧形成压力差，迫使乒乓球贴在水柱上。与此同时，水柱还给小球一个向上的冲力，但是冲力的方向却没有跟球体的重心重合，这就产生了一个力矩。在力矩的作用下，小球会旋转着上升，等到冲力与重力在竖直方向上平衡后，它就会停在那里不停旋转了。看，这是一根燃烧了40年的蜡烛，准确来说，这是一坨燃烧了40年积攒下来的蜡烛叶，看着像不像涌起的彩色瀑布？还有网友说像 rapper 的彩色头发。目前蜡烛的高度有90厘米，宽度有50厘米。相信大家最好奇的问题是，如此壮观的高龄蜡烛是怎么形成的呢？要知道，在40年前，这位博主的祖母只是随手将一根蜡烛放在了喝空的啤酒罐上，然后等其燃尽，再放上一根蜡烛，如此重复，整整坚持了40年。不信的话，来看一张照片。在20年前，博主还是个小朋友时，蜡烛就已经存在了。当然，要想做成一个艺术品，处处都是细节。怎样让蜡油刚好从四周流下呢？这里就需要借助一个工具——钢针。先把它放在竹焰上燃烧，然后轻轻地切割蜡烛上方凹陷处的边缘。如此一来，蜡油瞬间决堤，顺着竹身流了下去，也就有了我们看到的一绺一绺的样子。对于一些不太好用的蜡烛，祖母直接上硬核方法，拿出一块加热好的铁板，从蜡烛表面向下压，此时留下来的蜡油会非常均匀。
除此之外，为了保持造型的美观度，祖母还会把从桌子上刮下的蜡烛装进杯子里重新加热，然后再淋到主体上，颇有钟乳石的感觉。我们在开头提到，这尊蜡烛虽然拥有40年的高龄，但实际上是一颗颗积攒下来的。那存不存在真正的长明灯呢？在我国的古文中确实有不少记载，比如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写道：“以人鱼膏为主，度不灭者久之。”说的就是在秦始皇骊山陵墓中存在着一种以人鱼膏为燃料的烛火——长明灯。这里我们先不纠结人鱼膏是什么了，关键是这灯真的能一直长明吗？我们都知道，燃烧是需要氧气的，在密不透风的墓室里，随着氧气的逐渐耗尽，长明灯自然会熄灭。那为何会出现长明的说法呢？有学者推测，这是因为在一些长明灯的灯芯中含有着火点很低的白磷，当盗墓者突然打开坟墓，一时间大量的氧气涌入墓穴，如果再有火把的温度加持，那么长明灯很可能被再次点燃，在吓退这些人的同时，也就留下了长明灯的传说。最后想提一下原子灯，也叫同位素光源，它能利用放射性物质衰变释放的带电粒子轰击发光基体而发光，光强稳定，也不需要外接电源和维护，很适合应用在交通困难、无人值守的地方。目前常用的氚原子灯寿命已经能达到10年以上，也算是现代的长明灯了。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桌子，只要以这里为起点，那么无论你往什么方向弹，最终它都会经过绿点。有想法的小伙伴直接挖了个大洞，然后开打，不得不说中球的概率瞬间提高了。你没猜错，这俩桌子都是椭圆形的，而发射点和接收点刚好位于2个焦点处。我们都知道，从一个焦点发出的光线经椭圆壁反射后，必然会经过另一个焦点。利用这点，你还能偷听八卦。比如这两大耳朵，圣保罗大教堂里的回音廊，它们都采用了椭圆的这一光学特质。那我很好奇，如果光线发出时没有经过焦点，会发生什么呢？在此之前，我们不妨先聊个很有意思的照明问题，即一根蜡烛是否可以照亮整个由镜面围成的房间呢？无论房间是什么形状的。20世纪50年代初，恩斯特·施特劳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刚开始听完，说实话我很懵，后面才明白他想问的可能是存不存在这样一个房间，无论把蜡烛放在哪儿，房间内总有区域不能被照亮。按说光线在发射后是会被无限次反射的，所以只要有足够多的时间，便能将整个房间给照亮，那就不可能存在啊。但1958年，罗杰·彭罗斯利用椭圆的特性建造出了这个房间。它长这样，上下是2个半椭圆，蘑菇头的4个角是椭圆的焦点。那它又是怎么做到不完全照明的呢？回到我们之前说的椭圆，这是光线不经过焦点时的2种情况。可以看到，无论是哪一种，最终的结果都是光线只会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不出来。同理，经过焦点的光线也一样。所以不难想象，当你把蜡烛放在房间的这个角落时，光线不能与焦点之间的长轴相交并进入 C1 区域，那么照亮的只有 A1、B1 和 A2。如果放在上方区域，光线不能与焦点和顶点之间的长轴相交， A3 和 A4 将无法被照亮。而放在 C1 的话，下面4个位置也不能被照亮。这样看来，彭罗斯房间确实永远存在黑暗的区域。但真是这样吗？来看这个视频。随着时间的延长，光逐渐渗透到了房间的各个角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在此过程中，光发生了衍射，即波偏离原来的传播方向，发生弯散的现象。除此之外，还有干涉、漫反射等，这些都可能会将房间照亮啊。
这是一家非常有意思的餐厅，厨师在做好饭后会把它们装进胶囊里，不一会儿，您点的三明治就会通过屋顶上密密麻麻的管道来到桌子旁边，咔砰一声打开，机械感满满。把管子转移到河岸旁，瞬间变成了鲑鱼大炮。它们可以帮助迁徙的鱼类通过水闸或者水坝，看着是不是挺离谱的？但可别小瞧它，短短24小时就能运送5万条鱼。当管子转移到地下，又瞬间变成了非常便利的垃圾处理系统。医院里更是帮忙传递病理样本的小能手。那看了这么多，这些管子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能传输物品呢？秘密就在压强差上。我们先来看一则新闻。2021年11月30号，在台湾省台中市，一位师傅正在维修自来水管道，没想到砸开管子的一瞬间，他的身体被吸了进去，整个画面让人不寒而栗。这里的压强差是在害人，那能不能利用它来帮人呢？1799年，苏格兰发明家威廉·默多克灵光一现，提出了气动传输系统。它由运输罐、气动管道和离心机组成。蒸汽驱动的离心机会在管道内产生真空，如此一来，管子内外就产生了气压差，推动着里面的钢制运输罐前进，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到50公里。后来，时间到了19世纪中期，虽然那个时候电报已经开始普及，但气动传输还是凭借着运输速度快、人工成本低、操作门槛低等优势，成为电报公司给客户传递信息的补充方法。据统计，在1909年，伦敦市内共建设了总长约64公里的气动传输管道。1933年，巴黎气动传输管道的总长度达到了427公里。除此之外，美国、德国、奥地利、捷克、意大利、加拿大、巴西等国家都曾使用过气动物流。当然，人们也不仅限于传送电报，有的传情话，有的传动物，还有的传人。如图所示，1867年，美国发明家阿尔弗雷德·伊利比奇展示了他的气动地铁系统模型。1870年，由其投资的一条直径2.5米、长90米的隧道开始动工。在地下6.5米高的蒸汽动力气泵，每分钟可以排出近3000立方米的空气，推动着地铁前进。当驶进目的地时，工程师会将气泵吹的模式变为吸的模式，车厢便缓缓减速，平稳地停了下来。可惜，因为运行成本高、政府审批难等原因，气动地铁始终处于实验阶段。这大概是搅拌车司机最害怕的闷罐现象吧。还没到卸货点，罐车竟然直接在路边倒起了混凝土。看到这儿，我不禁想问，闷罐到底有多可怕？为何司机宁愿半路将混凝土倒掉，也不肯让它发生？来看这个田螺状的搅拌罐，你每次遇到它是不是都在边走边转？这是正常的情况，因为此时的混凝土还会沿着罐体内部的螺旋叶片反复搅拌，最终被安全地卸到工地上。设想一下，要是这个大桶子不转的话，会怎么样？30分钟之后，搅拌开始脱水，沉积在罐底内部。不过这还不是最麻烦的，因为你发现超过3个小时还不转它，沉底的混凝土就开始变得有点硬了。这时通过搅拌加水，或许还能挽救回来。但当硬化到一定程度后，混凝土在里面固化凝结，恭喜你收获了一块砖。但实际上，频繁的搅拌也有可能出现闷罐。因为转动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混凝土分层离析，当运输时间过长，罐体内的水分大量蒸发，这时无论是转与不转，混凝土都一样会硬化。那不想出现闷罐该怎么办呢？有小伙伴可能会说，往里面倒点白糖，这是什么道理？难不成它还能妨碍混凝土凝固吗？干过工程的人都知道，混凝土是水泥、沙、石子和水的混合物，它的硬化其实就是水泥的硬化。水泥的主要成分是硅酸盐，比如硅酸三钙，将它和水混合后，二者就会发生水化反应，并生成一种坚固的凝胶体。
它们在相互连接的同时，又恰巧填充了混凝土中存在的空隙，之后经过脱水和碳化，混凝土就变强了。而往里面加白糖的话，一方面它能吸附在水泥颗粒表面，阻碍水和矿物的接触；另一方面，白糖还会与水化产生的钙离子相结合，生成难溶的络合物，从而阻止水化反应的进行。所以白糖确实能做缓凝剂使用，可要是闷罐已经形成，那估计只能开挖了。有时工人会在罐体上打一个洞，然后用风镐将凝结的混凝土一点点敲下来，或者利用分裂机将它从里面取出，以及采用爆破法。但无论是哪一种，对罐体都会造成不小的伤害啊。